在德国其实要找到一个可以租的房子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个是真的吗？对，因为房源短缺，在德国就是常常会有那种一去看房，在现场居然有10几个人或是上百人的那种场景。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我们线上访谈的房价系列。那之前访问的国家都是在亚洲，而今天呢，我们想要来看看的，则是据说居住正义政策做得非常好的德国。那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已经住在德国9年的 Sophia。只不过在开访谈之前呢，还是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立志打败 Baby Shark 的洗脑儿歌，你听过了吗？迷幻教材不能只有我听到。你是谁？我是爱与原本的样子，下不带剥开一层一层爱与字，放进冰箱冷藏，我们一起睡午觉。Hello， 透明的爱与爱呀，忘了放柠檬，还要加上甜甜的蜂蜜。柠檬爱与柠檬爱与，搓一搓再洗一洗，水边黏黏的细细，清凉 QQQ， 放进冰箱就可以。柠檬爱与柠檬爱与，切一切淋上蜂蜜，这是夏天最棒的甜心，好吃 QQQ， 加上水果更无敌。现在就点击下方的资讯栏订阅孩子最喜欢的双语学习频道满狗狗 Mango Pop 吧。好，那 Hello Sophia， 可以麻烦你先跟我们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吗？ Hello， 我是台湾家庭在德国的 Sophia， 我目前住在德国汉堡已经9年了。那在这之前呢，我是台湾一家著名的私立中学的英文老师。都没有发现，就是你的频道有好几支影片都是在聊这种德国的买房啊，还有像是居住正义相关的这些议题，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做这类型的影片吗？因为我老公他来到德国也30几年了，他总共看了大概有超过100间房子，然后他也搬了10次家，所以他有非常丰富的买房、租房、看房、盖房的经验。对，他连盖房子都盖过。最近常常看到台湾的新闻，就是台湾政府的打房效果好像不太好，就是越打房价越高。那我们在想，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我们在德国的观察，或许这里面有一些可以让台湾参考的地方。那可以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在德国的这个租屋经验吗？我老公大概搬家10次，里面有9次都是租屋，那大部分经验都觉得还不错。因为德国的规定就是我们在退租之前一定要把房子回归到租的时候的状态，所以不管是你有钉孔啊，或者是有把墙面弄脏啊，都要把它重新刷油漆，把它还原到完美的状态。那我们也有租过那种带家具的，就整体感觉都不错。可是我们也遇到过2房东，我们上礼拜才跟2房东打过官司。我们退租的时候，就是要把就所有的那个屋况弄成你租的时候的情形。可是因为我老公已经租了20年，我们现在已经死无对证说20年前你到底是屋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因为他这个房子已经30年，那我们之前也已经10年，并不是说完全的新。然后他就是要你把所有的旧的东西都要翻新给他，等于是说他觉得这些东西旧的都是你用旧的。可是问题是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旧房子啊。这个不合理，这真的超不合理。在德国，这个普遍大家租屋的类型是怎么样子啊？是会跟台湾一样分成可能像什么家庭式啊、套房啊、雅房之类的这样子吗？大致上分成4种，第一种就是 house， 就是独栋的房子，在台湾应该叫透天或是别墅。那第2种就是 Wohnung 的公寓，就像我们家这样子。那第3种叫做 Wohnen auf Zeit， 就是短期租约。那这个可能会有 house 或是 Wohnung 都有可能，那这通常会带家具。第4种就是 WG， 就是 Wohngemeinschaft， 叫做分租的，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雅房或是家庭式分租。那比较特别的是，德国它有分成 Quadmieter 跟 Warmieter。那 Quadmieter 的租金就是单纯的不含任何杂费的。那这个 Warmieter 就是富含了水费、暖气、垃圾处理费，还有公共维修，所谓的管理费吧。这大概是每平方公尺3.5欧元。好，那再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现在住的汉堡为例好了，就是这个租屋的预算大概要怎么抓，以及它的通勤时间大概是需要多久吗？就是汉堡从东到西，还有从南
南到北的通勤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那我会比较建议大家抓不要超过半小时以上的通勤时间会比较好。以汉堡为例，一般人的平均薪资是3500到4000欧，那如果扣掉税的话，会变成实拿大概2000到2500欧。以汉堡的租金大概是1平方公尺12欧元，所以如果你要租一个大概50到60平方公尺的公寓好了，台湾的15到18平的房子一个月大概是800欧。那这个是 card meter， 如果说你还要加我刚刚所说的水费啊、暖气啊这些管理费的话，就大概会是1000欧，大概会占薪水的1/3。对你们来说，你觉得它是一个负担高的状态吗？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稳定的工作，这是一个蛮平常的价钱，因为大城市会比较贵一点。那有听很多人说过，就是在德国其实要找到一个可以租的房子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个是真的吗？对，真的非常难。如果说现在要来德国找房子，不管是学生还是上班族，大概都要3到6个月。因为房源短缺，就目前状况啦，是欠缺100多万户的房子。是移民吗？移民的关系？因为像这几年大家也都知道说，德国接收了100多万的难民。然后再包括像我们这种新移民，那因为最近德国的移民政策每年都有放松嘛，今年新政府上任之后，对移民政策有更大的放宽。对，那因为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主题，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关于这个新的移民政策，可以来我的频道看一下。那还有就是18岁以上的年轻人，他们会搬出去住，还有就是人口高龄化老化的问题，因为有很多老人他已经是空巢期了，他可能一个人住着100-200平方公尺的房子，他也不想换一个小的，所以就是会变成租屋市场的需求量很大，而且是越来越大，可是盖房子的速度不够快，他会考量到很多，比如说你一块地你不能把它盖满满，你要留一些公共空间，然后绿地，还有小孩子玩的地方。就这一块地在亚洲可能可以盖100户，可在德国可能只能盖50户。对，然后它还有非常多的盖房子的流程，还要通过层层关卡的检查。供需如果失衡的话，会不会在租房啊、看房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手段，就是我赶快租到，然后做一些事情，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会啊，在德国就是常常会有那种一去看房，在现场居然有10几个人或是上百人的那种壮观的场景。你可能可以提供你的，比如说全家福照片啊，表示说我们有小孩，我现在非常急切的需要房子。如果是半年以上才租得到房子，那平时他们要到哪边啊？有中间的这个设施是可以大家去住吗？还是怎么样吗？就短期的啊，我刚刚说那个 Wohnungszeit 就是短租的哦，但短租的我觉得很贵，因为它是附带家具的。那这样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台湾像是租屋呢，就会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例如说可能你要房东讲说啊，我自己定义我的电价一度就是5块钱啊，或者是房子啊，你就是不准迁户籍等等的。那德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特殊规定诞生吗？德国在租屋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就是跟台湾很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你的房租不可以包括电费，因为德国的供电公司有很多种，有很多不同的电，然后这个都是租客可以自己选择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在签约的时候一定要提供你的个人信用记录，就是有一家公司叫 Credit Reform。你要提供你的个人信用记录，还有你的薪资单跟你的护照啊、居留证这一些。然后再来就是钥匙，就德国的钥匙啊很特殊，如果你把钥匙弄丢的话，就会非常麻烦。就每一户就只有1支钥匙，那这一支钥匙呢，可以开你家的门，然后也可以开社区共同的大门，然后也可以开停车场跟你地下储藏室的门，通通都只有1支钥匙可以搞定。那所以如果你这支钥匙不见了，那邻居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子会不会有人就可以闯入我们这个社区？因为大门也是这个钥匙，全部的人都要一起换钥匙的话，就会是一笔很庞大的费用。而且这个钥匙你如果要在外面自己打的话，是打不了的，因为这个它的构造是很特殊。我老公有不见钥匙过，他还想说，那我拿回台湾能不能打打看？根本打不了，没有任何一个锁匠说他可以打得了这个钥匙。还有一点就是，房东
东不能随便涨房租，就对于同一个租客啦，你要涨的话，你要书面提出你具体的理由，而且3年内不可以超过20%。还有就是说，房东也不可以随便赶房客走，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房东自己要住，才可以把房客赶走。那这样子，德国人自己对于德国的租屋状况是满意的吗？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真正的很满意吧，因为大家都总是会很喜欢有各式各样的抱怨，主要就是因为房源真的很少，找房子很难，租金每年都在涨。但是这个租金的部分呢，如果你是有小孩子的家庭啊，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Wohngeld 租房补助，就是依照你的收入还有你的家庭成员有几个，然后年龄这样子会有不同金额的补助，所以每个人拿到的补助会是不一样的。那再来我想问问看，只是可能到买房的这件事情，就在德国大家买房的意愿普遍是如何呢？当然比起亚洲国家或是其他欧洲国家，德国人算是比较不喜欢买房的，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对于房客的保障很好，所以德国人会觉得那我不一定要买，就没有这个必要性。可是因为这5到10年来利率一直下降，那像前几年我们在申请贷款的时候，我们家是申请到 0.85 的利率，就是这个利率如果是小于1的话，其实买房是比较划算的。那目前来讲，我看到最新的资料，2018年德国的买房的人已经到达了 50.4%了，稍微超过租房的人了。那就我们认识的德国人来讲，他们都有买房。那你们觉得在德国买房的负担是重的吗？买房的负担我觉得可以分成就是房价、房贷还有房屋持有的成本这3个面向来讨论。那我先说房价好了。首先要说在德国买房，你所有的钱是买10坪，没有任何的公设，那阳台的面积是算1半。房价如果大家有注意南贝尔那个机构所做的2022年的各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的话，就可以看到其实前10名像北京、上海、广州跟香港都有进榜，然后我们的台北市竟然在第15名，然后是要不吃不喝31.6年才可以买到一栋房子。慕尼黑虽然是德国第1名，可是它在这个整个排名里面是第68名，它是要不吃不喝16年。可是其实在德国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只要3到6年就可以买到房子的，就是觉得一般人会觉得还 OK。 那如果在大城市，比如说像汉堡好了，因为汉堡是第2大城市嘛，我们是11年不吃不喝可以买到房子，也还 OK 啦。以台湾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觉得说这很 OK 啊，这是非常 OK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人他们有70%的人都是住在所谓的乡村。那乡村跟这个城市的通勤状况大概是如何？就德国的交通当然都很发达，通勤的话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主要我觉得还是说它的城乡差距很小，再加上有一些大企业它会选择在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市设它的总部，奥迪它就是在 Ingolstadt， 那就变成这一些大企业它在小城市造镇，然后那个城镇的大概70%到80%的人就是会变成那个公司的员工。所以其实过去因为大家会到都市工作，主要都还是工作机会，所以其实在非大城市的地区的工作机会还是很多，所以大家就会过去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也会造成房价会比较均衡一点。那再来可以跟我们聊聊房贷部分吗？刚刚好像有提到房贷这一块。在房贷啊，我觉得也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人，在德国你要谈到零首付，就是跟银行贷款的时候没有头期款的状况是非常常见的。在台湾我应该没有听说过吧？没有，就完全没有。大家都是看是父母帮忙付一下头期。我觉得这个零首付我不是很推荐啦，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让你的贷款利率会比较高，不太可能说像我们这种0点几的。那持有成本，我觉得在德国的持有成本不会很高，地价税，然后还有杂费跟管理费。那地价税的话，就是依照你买房子的时候的公告地价，假如啦，你买一个50万欧元
的房子，然后你每3个月要缴一次地价税，大概是 0.15%， 所以是大概178欧元。然后刚刚讲的每平方公尺3.5欧的杂费，就是包括什么垃圾处理费啊，然后那个暖气啊、水费啊，然后还有一个处理这些东西的一个手续费。对啊，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买房的负担没有那么重。那从刚刚这样的分享看来，就是在德国买房感觉是比台湾容易蛮多的。那德国人还是会觉得说自己的国家房价太高啊之类的吗？会啊，尤其是这5到10年吧，所有的德国人都在哇哇叫。德国曾经在过去的大概30年吧，房价从来没有涨过，然后最近的5到10年就是飞速的涨，像这10年来，德国房价已经涨了60%了。那这样子有导致德国人更愿意买房吗？我觉得有比较提高因为相对利率也很低，因为市场的交易透明度还是很高。基本上你在德国买房，我觉得杀价空间不大，而且如果说定的这个房价超出市场行情几%啦，就是一个犯罪行为。这需要把台湾引入一下。那像台湾其实就因为我们这个租屋啊，或者是买房的负担很重，所以就会有很多人一直在呼吁政府要推动这种居住正义相关的政策。那德国的状况大概是如何呢？德国的居住正义，因为它的配套措施还做得蛮完整的，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房源不足吧。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偶发事件，像是之前有听说柏林那边有一个社会住宅，因为社会住宅它前10年会有补助嘛，那它10年之后就把社会住宅卖给财团，就造成大家走上街头抗议。后来政府也必须承诺把那个社会住宅再买回来。那从刚刚租跟买房的这些分享，其实我们就有感受到这个德国啊，然后跟台湾它的环境其实不太一样。那你有觉得是哪些因素造成这个事情的吗？我觉得在德国呢，就是不太能炒房，有很多面向的原因。那我觉得这个德国房价比较稳定的一个大环境的优势，是因为他们当初在做国土规划的时候，就是非常希望城乡能够均衡发展，所以城乡的差距不大。然后德国它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城市是超过1000万的人口的。城市的分布是还蛮均衡的。其他的就是说，因为影响房价大概可以分成3个因素嘛。第一个就是土地成本，就是土地的价钱，然后第二个就是建筑的费用，然后第3个就是市场的供需。那我从土地这边来讲好了，就是在德国大部分的大块的土地都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就是已经实现了我们国父三民主义的土地国有化的理想，他们就会比较鼓励人民跟政府直接买地来盖房子，也可以阻止那些建商的垄断，然后这样子你的建筑成本也可以降低，会比较鼓励建商去盖出租房。然后其他的关于居住正义的配套措施，我也都觉得做得蛮完善的。第一个就是鼓励中产阶级家庭买房，它有提供很多优惠的贷款。那这个优惠的贷款呢，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说像叫做 Baukindergeld， 就是给有小孩的家庭，不管是你要买房子或是要盖房子，它都提供你10年的补助。如果你有1个小孩，就补助1200欧1年，然后如果2个小孩的话，就补助1500欧。所以如果你有2个小孩的话，你1年的补助是2700欧。那假设你买了一个30万的房子好了，就这个银行补助你27000欧，那等于就是帮你把房价打9折的意思。那这个补助呢，他1个人一辈子只能申请1次。另外一个聪明的地方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是有这个 Baukindergeld 的补助的话，你10年内就不能卖掉啊，因为你一卖掉这个补助就没有了。所以他让他会愿意长期的去持有这个东西。对，而且你也真的有帮助到需要房子的家庭，因为这个是有排付的，就是你每年的收入要在9万欧元以下的家庭才可以申请。然后第二点就是在德国，你买卖房子的附加费用很高。你在买卖房子的时候，你的附加费用是房价的10%以上，有的城市还会到14%。那你房屋的增值
值空间，就是你房屋的涨幅并没有这么多嘛，那你短期之内要转手的时候，想要赚钱就很难。所以在德国炒房这件事情是不太存在的，很难。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配套措施，就让想炒房的人根本就炒不起来，买不起房子的人，中低收入户嘛，他们就是租房子啊。那你租房子如果还是负担不起，那就是申请那个租屋补助。然后如果你这个还是负担不起，就是你真的很弱势的人，你就可以去租这个社会住宅。我现在听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一种可能我们小时候就是在台湾的这个房价或者相关的居住政策已经很习惯了，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然后在听到德国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他们的思维跟我们好像不太一样呢，就是对于大家要能够住的这个想法落实的蛮完整的。好，那 Sophia 最后有什么是想要跟我们观众分享的吗？就是大家如果对居住正义有兴趣的话，我们频道就是有一些关于居住正义的讨论啦。然后因为我们频道是有关于我们一家4口在德国的食衣住行娱乐，还有我对于德国各方面的观察与体验的一个分享的频道。频道里面蛮多留言的都是问我说，在德国是不是真的外国人可以免费的读书，就是来德国留学是真的免费吗？连外国人都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好像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是很难去相信来德国留学是完全免费的。你还是要有生活费啦，可是你在台湾一样有生活费啊。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出来的小孩，想要出国留学的话，我觉得德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如果说像有些人念大学啊，比如说念个私立学校，一个学期就要8万块，背了很多的学贷，那我觉得有这种情形，小孩子也许可以考虑来德国读大学。现在有很多的国际学程都是英语学程，当然你一些传统的科目比较多是德语授课，那如果像是这种理工科啊或是商科啊，还蛮多英语授课的学程，现在真的越来越多。大家如果这个需求的话，都欢迎过去看一看，然后也欢迎参考一下德国留学的可能性。好，那今天呢，很谢谢就是 Sophia 的分享。那如果观众对于德国状况有了解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留言区留言，然后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然后对于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订阅这个台湾家庭在德国的频道。然后在这边呢，我也要特别谢谢G7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制作这样子的内容。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那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